就在最近，国际宇航科学院突然发出一项引发全球关注的建议：如果未来收到来自外星文明的信息，任何国家、任何机构、任何个人都不要擅自回复。看到这里，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几乎一模一样：外星人都还没找到，为什么先讨论回复？但真正更值得注意的不是这条建议本身，而是这个时间点，为什么偏偏是现在？国际宇航科学院其实存在几十年了，另外 SETI 计划运行半个多世纪，为什么以前从未强调不要回复，而是在2026年突然把这件事儿变成一条明确建议？如果这只是科幻，为什么要制定规则？如果只是想象，为什么要准备预案？我想，也许更重要的问题不是他们发现了什么，而是他们为什么开始认真准备某件事儿可能发生。历史上有一种很典型的变化，消防队演习不是因为城市已经着火，而是因为他们必须假设火灾可能发生。小行星防御计划不是因为毁灭即将到来，而是因为风险已经被纳入计算。而现在，科学界似乎正在进入同一种状态，从寻找外星文明转向准备回复外星文明。这一步的变化非常小，但意义可能完全不同。我们先把时间拉回到1977年8月15日，美国俄亥俄州 Big Ear 射电望远镜像往常一样扫描天空，数据被打印成一条长长的纸带。这时没人会想到，一个会被记入科学史的异常正在出现，一串极其不寻常的信号强度序列6 EQUJ5，它只持续了72秒，却在数据中显得异常干净和强烈，没有逐渐过渡，没有自然噪声，像是被刻意打出来的一样。当时负责分析的天文学家 Jerry Emmon 愣住了，他拿起红笔在旁边写下一个词 Wow， 于是这个信号被称为 Wow 信号。直到今天，科学界依然无法给出确定解释，它不像已知卫星，不像地球干扰，也不像常规天体活动。绝大多数科学家认为它还不足以证明外星文明存在，但它留下了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：如果宇宙中真的出现异常信号，人类准备好如何判断了吗？更重要的是，如果下一次信号更清晰、更确定，人类该如何回应？过去几十年，寻找外星生命更像是在黑暗中摸索，我们甚至不知道应该看哪里。但现在情况正在改变，微波空间望远镜让人类第一次具备了分析系外行星大气的能力，不再只是发现一颗星球，而是开始分析它的空气。我们开始尝试读取水蒸气、甲烷、二氧化碳以及可能与生命相关的化学结构。其中一颗备受关注的行星是 K2-18b， 距离地球约120光年，位于恒星宜居带附近。近年来的观测结果显示，它的大气中存在一些引发争议的化学信号。虽然目前没有任何结论指向生命被确认，科学界也非常谨慎，但一个变化已经发生。过去我们甚至不知道生命可能在哪里，现在我们开始讨论生命可能是什么样子。与此同时，另一场革命发生在数据层。现代射电望远镜每天产生的数据量巨大到无法人工处理，过去很多异常信号只是静静躺在数据库里，从未被真正分析。而现在，人工智能开始介入，它可以在海量数据中寻找异常模式、重复结构、非自然分布的信号特征，甚至是看起来不像自然产生的信息片段。这意味着一个非常现实的变化。未来10年，人类发现异常信号的概率可能远高于过去几十年的总和。注意，是异常信号，不是外星文明，但两者之间的距离正在被技术不断缩短。现在我们把3件事放在一起看。1977年的 Wow 信号，微波望远镜开始看见系外大气， AI 开始筛选宇宙数据。你会发现一个明显变化，过去的问题是外星人存在吗？今天的问题变成，如果我们发现了，怎么办？这个变化看似只是语序不同，但本质是从是否存在进入如何应对，而这通常发生在一个领域的关键阶段。当它开始从探索走向预案时，说明风险已经进入计算范围。我们来仔细看看国际宇航科学院相关建议。
你会发现他们强调的关键词并不是外星文明，而是人工智能、深度伪造、信息污染、虚假传播。这揭示了一个更现实的担忧。他们真正害怕的可能不是外星人出现，而是人类在第一次接触时就先失控。想象一个场景，某个天文台发布消息，检测到疑似外星信号，半小时后，网络上出现 AI 生成的外星人影像。1小时后，所谓语言翻译开始传播；3小时后，内部文件开始流出；6小时后，全球陷入争论与恐慌。外星人还没出现，人类已经先分裂。这在今天的传播环境下，并不是夸张，而是高度现实的风险模型。问题来了，如果明天我们真的收到一条确认信息，你好啊，地球人，那么由谁来回复呢？国家、联合国、科学机构，还是第一个接触信号的人？问题的复杂性在于，回复外星文明本质上不是通信问题，而是身份问题。谁能代表80亿人类？谁能代表不同文化、宗教、价值观之间的巨大差异？我们甚至无法在很多地球议题上达成一致，却要突然以文明整体的身份发言。这是一个没有先例的问题，也没有标准答案。费米悖论曾提出一个问题：如果宇宙如此庞大，为什么我们听不到任何回应？一种解释是，也许所有文明都在等待别人先开口，因为第一次接触意味着不可逆的风险，暴露位置、改变平衡、触发未知后果。于是每个文明都保持沉默，监听、观察、计算，最终宇宙看起来像一片安静的黑夜，但这种安静可能并不代表空无。现在回到最初的问题，为什么偏偏是现在？从目前来看，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人类已经接收到外星文明信号，但另一件事儿可能正在发生。技术在逼近，观测在逼近，数据在逼近。而更重要的是，人类第一次开始认真讨论如何回应宇宙。也许国际宇航科学院这份建议真正想表达的不是外星人即将到来，而是如果那一天真的到来，我们准备好了吗？因为寻找外星文明最困难的部分从来不是技术，而是文明本身。我们拥有改变行星的能力，却仍然无法完全理解自己。如果明天那句来自银河深处的问候真的出现，你好啊，地球人，我们该如何回应？更重要的是，我们是否已经准备好作为一个整体去回应？欢迎在评论区给出你的想法。这里是宇宙之思，宇宙很大，人类很小，但是探索星辰大海，我们从未停步。